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车霸，那等等，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邀请两位应援哥来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在网络上针对 LCP 应援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件事情会延烧，主要是因为 LCP 的总监在脆上面有发表了一些比较争议的言论啊，他有在某个观众他的一些抱怨文底下说，怕吵的可以在家看。这个其实对于官方来说，它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不好的一个发言，它是会有一种让观众有一种被往外推的感觉，是不太好的。他这个后续又讲了一个比较吊诡的，就他说，如果有一天电竞馆变成图书馆，那么每个喷用心应援的粉丝都有责任，要更好就帮忙改善，不想改善也没关系，但没必要喷用心的人。这句话呢，他奇怪的点就在于说，他把责任放在那些观众上面了，但是观众呢，应该来电竞馆只是要享受这部分的责任，我个人认为就是应该是官方那边要去处理的。总之呢，就是他以上的发言导致他现在有一些的风波，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针对这个应援的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那我们就要先请到车霸来跟我们聊一下，车霸的角度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他到现场的体验是如何。那如果有一些应援的问题呢，车霸自己作为观众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去改善？好，车霸 ，Hello， 余文你好。车霸，那我第一个点想问你，就是你目前觉得电竞馆它的体验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体验还不错啊。它不论是交通、饮食，还有它现场的座椅啊、环境，其实都蛮棒的啦。我说实在的，对啊，毕竟我也第一次参与这个所谓的线下赛的比赛观看，那整个场内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人一直想去。那唯一的缺点，应该就是场馆就是真的比较小了一点，就是你能活动的空间、能参观的地方不多啦。对啊，像它贩卖部就是小小的一个位置啊，对，就是周边商品。可能你想要买 CFO 塔隆或者其他队伍的周边商品，它可能还没有办法可以就是有一个大的地方可以去做展示、做贩卖，这是唯一的缺点啊。那不然其他的地方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那车霸目前这样提到的东西，主要是硬体相关的问题嘛，那也可能跟我们联赛的资金还有一个规模会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可能短期间内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那么我们现在想聊的东西是最近比较多人提到的应援问题，就有在看 LCP 比赛的人应该知道，现场会有应援哥负责带应援，其实也不是负责，是他们是自发性的带应援的。应援哥呢，则也还有2位，这2位应援哥好像风格有一些不一样啊，但总体而言呢，现在2个人是差不多是被放在一起讨论的。现在大家比较大的怨言是，现场的应援好像是有一点过长。那车霸你怎么看？场的部分之前我们在车长的 DC 有讨论到，我有跟其中一个应援哥讲到说，这个长度的部分其实真的可以缩短。然后再来就是语言的部分，我觉得是说，因为在台湾你要应援，然后你要迎合其他队伍的语言去讲，那主队的塔隆或者是 CFO 在讲的时候，其实大家其实很热情的，他那个应援的声音其实都还蛮大声的。对，那就是我的感受是，当有其他队伍，其实是越南队、日本队。或是去服，可能应援歌带口号的时候，其实观众的回馈就比较小声，对，那个落差其实很大啦。这个部分的问题应该也是跟客群有关吧，因为在场的各位基本上可能90%、95%都是讲中文的。那如果他有的应援会用到日文啊，或者是越南文、越南语这一部分的话，就可能让人比较不好配合。那车霸，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它的过场大概是多长啊？其实因为我自己没有去现场听过，所以我不太确定它实际到底是多长。因为之前他们的版本是会喊3次，对，那后来有在 DC 讨论说，其实观众都觉得说，或是现场的观赛人员就觉得太长了，希望他们可以缩减，所以到后来好像就只有喊1到2次而已，就是他的版本是有缩短过的，对，但是你就算是缩短了之后，只帮塔隆加油，你讲中文大家听得懂，是我听得懂的语言，我可以应援，不管我今天是不是就是塔隆的粉丝，我觉得我就是会知道你在讲什么啊，我想喊我会喊。可是如果你讲日文、越南文，我听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去跟着回应。我的感受是这样啊，可能有的人就是比较害羞，他不会想要去回应应援，可是他觉得你在喊这个就是影响到他的观赛。那我自己听车霸这样子讲一讲之后，我大概能统整2个问题啊。就第一个问题是他应援声太长了，那太长它会导致一部分比较害羞的人他是不容易去跟上。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语言的通用性问题。
他可能如果讲中文的话，因为现场90%或者是甚至99%都会讲中文的情况下，所以这个应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今天呢配合一些队伍，例如越南队或者是日本队讲到越南语啊或者是日语的时候呢，现场的那些讲中文然后不会其他语言的观众他就没有办法配合，他没有办法像 LCK 一样，他就是喊队名接着就是 fighting， 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样可能全球观众都可以做到的一个通用性应援，所以导致说他的应援会让其他没有办法配合的人产生一个反感的感觉嘛。对啊，据我所知，就是应援歌他们不想要跟 LCK 一样，他们想要有自己赛区的风格。你说你要有赛区的风格，这其实不是单单他们应援歌他们能去发展出来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如果官方愿意协助他们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比较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应援方式啊。就像我们再去看棒球，他们都会有所谓的应援，那都是其实都是跟官方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球团，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应援的方式，慢慢就是发展出来的。而且应援歌，我其实也很感谢他们愿意为赛区做出就是这种贡献，只是说真的现阶段没有办法去做到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去否认他们想要为赛区表现出我们赛区不一样的应援。毕竟我们已经好段时间没有电竞馆了嘛，所以大家其实对这种东西是有新鲜感的，然后是会有向往的。只是呢，实际上去做的时候会发现啊，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做到，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配合到，就变成说有些人做得到，那做得到的人就会反向的给做不到的人一些压力，那这些压力就会让其他想进场的人呢，他会去思考说啊，如果进来之后呢，我有一些这方面的压力，可能我是个社恐，那我就可能变得我不敢进场。应援这种东西，依他们的角度，你今天出来应援，你就不要去想说你会不会得到现场观众的一些回馈，不说回馈了，就是会不会去参与啦。那个只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要求现场的观众一定要配合。所以当观众没有到那么热情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打击吧。我不知道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但是久了你会慢慢，其实如果都一直没有热情的回应的话，久了应该我觉得那个热情慢慢会消失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的啦，我觉得啦。你既然愿意要跳出来做，那你就要有办法去承受啊。我的感受是这样。我感觉他踏出第一步这个想法是很好的。我自己也有去过 CFO 的观赛派对嘛，那就是应该是牛排歌啦，其中一个应援歌。他在现场带的是很卖力的，只是现场那个50人的一个小范围哦，我自己感觉到就大概可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跟着喊的，而且更何况是那个现场是完全只有 CFO 粉丝，然后他喊的是只有完全 CFO 的应援词，都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他的想法可能是真的蛮好的，可是他太操之过急，因为并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跟他一样，那这个是个公共的空间。甚至我个人认为，官方他都没有定相关的规则的时候，他就不能把这一套强加在这个在座各位的观众身上了。对啊，我是觉得就是应援这种东西是你要出来带，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人家要怎么样，但是你至少也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的观赛品质啊，我是这么觉得。应援应该是现场观众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说我今天受于现场的压力啊，然后去喊的。对，其实你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不经意的一个，比如说比赛打到精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呐喊啦，也会鼓掌拍手，这个都是就是出于很自然的反应。应援这种东西就变成你自己自愿挑出来，大家就变好像说这个变成是你的责任，然后你想要去观众配合。那其实这样观众其实会有压力啊。说真的，有些观众会有压力啊，有些观众会觉得不喜欢，我为什么一定要喊这个？我自己的感觉是一开始应援歌可能也是出自于热情，那有一些观众给他好的正向的反馈的时候，他渐渐的觉得这个好像变成自己才能做到的一种责任吧。我感觉他有一种把这种官方的事情揽在身上呢，揽在自己身上的感觉。我自己接下来我们就往下面去讨论这个东西呢，我们应该要去怎么样的改善。我自己个人的认为是，官方他应该要针对这一部分去设立一些规范，或者是说他可以像 LCK 一样，一开始我以为 LCK 是工作人员喊的，但不是，有现场去过的人告诉我，那个是
官方啊它有录音，那在游戏一进场的时候呢播出来。那像这种情况呢，它的人力方面应该是不吃紧的，因为它不需要有人站在那边喊，因为它录的东西简短。举个例好了，就是 T1 Fighting 队名加上 Fighting， 所以在现场的观众们应该都是有办法去配合的。而且你就算不支持对面那个队伍啦，你只支持你的这个某个队伍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因为这个 fighting 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短的，你可能会愿意的也跟着一起喊 fighting， 来营造一个电竞馆的气氛，对，而不是说什么越南文啊，或者是日文这样的情况，让他是没有办法配合的。对啊，我觉得语言的问题蛮大的，而且应援哥就是觉得说他就是都要照顾到你的出发点很好，问题是不适合这个场合啊。刚刚我有提到说 LCK 的那个方法，我也有在总监前几天的文章底下提到，他向我的回复就比较好笑，他是跟我说他曾经有提过案，可是呢，因为现场应援哥太过热情，所以最后这个方案没有实现啊。我自己就觉得他这个回应的方法比较奇怪的点就在于说，他最后没有做啊，然后现在也有一些争议了。那这个东西能不能重新提上来呢？就他跟我说他有提过，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改变。有关于官方这部分的话，我有看到一些人的留言，不知道官方能不能在观众进场的时候发放一些应援小卡，可能今天4支队伍嘛，或者是他把8支队伍的应援方法都列出来。就如果他想要做出一些每个队伍不一样的应援的话，你最起码要给别人稿纸嘛，你要让别人知道怎么跟着念啊。这个应援哥他们自己其实在现场都有写，但他们有办法发到给全部人吗？他没有，他就是类似写一个板子，什么队伍念什么啊，但是他就是有看到的人才会念嘛，没有看到的人就不会念嘛，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是像你讲的发小稿到每个人手上，他就是写了一张，然后放在那个桌上，然后可能经过入场经过的观众看到哦，今天应援的话，如果有人带头喊，然后哪一队要念什么来，这个就是因为是观众自发性的，所以他并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人。可是就像你讲的，如果是官方他是发小卡的话，他们就有办法知道说，我每一个人今天我要应援哪一队，我就念什么。我们都觉得应援这个东西是蛮不错的，也可能某种层面来说它是必要的。我觉得应援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只是过长的应援会导致大家是没有办法跟进的。是不是应援歌呢？要把这个应援的词再修的简单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把责任丢在应援歌身上，这个应该是官方要去做的。那现在事态延烧到这样子，也可能没有延烧啦，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圈内人的一些话题，有进场的观众才会了解到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呢，它其实已经影响到一部分的进场观众了。那是不是官方可以自己去介入，把这个责任给揽下来，不要再让应援哥自己扛了？应援哥其实出发点也是很好的，我觉得他已经抛砖引玉，已经有做到了，剩下的可能官方要自己接手啊，就很简单，像 LCK 一样，什么叉叉叉 fighting， 我认为这样子整个观众的配合度应该都会上升很多，而且应该不会再有应援相关的问题产生了。我知道是说他们其实有一些应援的方式啊，或者是说观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就是会造成噪音啊，对啊，像我上礼拜看应援哥他是有拿加油棒的，对啊，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官方有发新的那个公告，是加油棒已经不能带进场，就是有被禁止的，就是可能加油棒发出来那个噪音也会影响到其他人，也许可能是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精彩的 play， 他可能有敲加油棒，那你敲加油棒的声音可能就会影响到其他人，因为其实场馆很小，密闭空间啊，对，你在旁边发出什么声音，只要像拍手啊，或者是敲加油棒，那个声音其实就很大声，就会影响到其他人。有些 play 是可能吃的小龙啊，或是吃的预设者，你觉得是很好的 play， 你就会拍手敲加油棒。可是当对其他观众来讲，它并不是一个精彩的 play， 那你当下的拍手跟敲加油棒就影响到他观赛，造成人家的反感，所以让他们应援这个东西好像得到反效果啦，我觉得啦。应该说我们都向往欧洲的应援，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啊。那应该是文化上面是有不同的啦。对，没有办法像 KC 他们去 Low Park， 就是可以在外面可以疯狂呐喊，然后呐喊到人家韩国官方认为他们影响到其他观众啊。我觉得应援哥也想要跟 LCK 的应援有不一样的方式，但是我说真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跟我们现在的观众迎合的话，我觉得就是不能去强求啦。
你说应援这个东西，其实官方可以出来协助，但是你说要他们主动来去做这一块，我觉得比较难。可是你讲的规范，可能也许可能会影响到观赛品质的那些什么加油器具不能带进去，那他们可以做，但是你说叫他们主动跳出来，再去做什么小卡，我觉得也有成本上的考量。他想要一切从简啦，反正我觉得应援是好的，只是说要怎么样让大家都喜欢不容易。我感觉官方是想要塑造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那轻松的氛围它的管制相对也就比较少了。但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总监跟大家的回复是说，词太长的话他们会找应援歌改善跟检讨，可是呢应援歌它又是一个自发性的东西，不过这个确实有啦，这个确实有，因为之前真的有反映过。其实我有一些现场的观众都有马上把这个问题回馈给他，那他确实有做缩短，可是有缩短了之后，还是会有人觉得很吵。那我觉得很吵的原因就是在于说，或是觉得太长的原因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听不懂外语，听不懂越南语，听不懂日文，然后就会觉得说他在喊什么，而且他自己本身喊到都已经喉咙沙哑了啊，其实现场的收音也没有那么好，不是在现场的观众就会觉得说你在喊什么东西我听不懂。我刚刚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官方他有想要跟应援歌沟通，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但是我觉得官方他应该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是自发性的，他终究是不可控的。所以说，官方如果想要让应援变得可控，他就要么是像 LCK 一样，直接播放应援的词，让大家跟着念。不然的话就是发放小卡。那如果这两个点都做不到的话，单纯跟应援歌沟通，我自己就觉得难保下一次又有争议的发生了。确实啊，只能顺其自然啊，反正就是不断的去改进而已啊，让这个到最后大家是可以接受的状态。那我也其实也很感谢应援哥他们愿意出来，你敢出来带就已经很棒了。有一些观众给他们的回馈，我也是希望他们要能接受啦。就是我们很感谢他做的，但是毕竟不是大多数人都喜欢这样的，所以他如果可以依照大家的这个氛围感受去做调整的话，这个东西它才有机会被整个推广出去，然后变成说可能真正的成为 LCP 的文化之一啊。不要说坚持己见，然后到最后变成反效果。对，因为如果太坚持的话，可能到最后整个应援都被拔掉，可能到那里的时候，大家就变成一个图书馆，只能在那边原地看着主播赛评。因为就我知道的是，其中一个应援哥，他是希望就是说，都是每个赛区的队伍都要照顾到，所以他都希望用当地的语言去帮他们应援。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多余啦。我不觉得你讲当地的语言，他们会感觉到比较有亲切感，你懂吗？对啊，反而是观众的回馈。今天不管他打完比赛输或赢，我们大家都给他一个很棒的掌声，那才是他们要的啊！你今天跟他用当地语言讲，那是你私底下你会讲越南文，你会讲日语，他会觉得你很亲切。可是我觉得在看比赛的时候，你讲这些应援的当地语言，并不会让他们感觉到比较亲切啦。我补充一下，就是我有问过选手，他们说应援的声音通常是听不到的。对啊，听不到，一定听不到啊。所以应援带动的是现场的观众，而不是选手本身。对啊，你要应援的是要让观众可以去感受到现场这个气氛，不是说你要去帮选手加油，让选手感受到有现场观众是在为他加油。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本末倒置的。你要带动的是现场的气氛，愿意跟着你一起呐喊。那你要用大家听不懂的语言要去应援，那当然大家就不会跟着喊了。没错，感谢车爸。但这个今天结束之前，我又想要再多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啊，可以。最近脆上有一些文章指出，有一些观众穿着不是在场比赛战队的队服去那边现场看比赛，是一种不尊重今天比赛战队的一个行为。那我不知道车爸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没有影响啊，因为其实很多战队的周边商品，他们想要把战队的周边商品可以卖到喜欢电竞的观众身上。那我观众买了就是要穿啊，那我今天要穿，我到什么场合穿，我觉得都 OK 啊。我觉得穿其他队服，比如说我今天穿 T1 的衣服去看 LCP 的比赛，你说我不尊重 LCP 战队吗？我觉得也不会啊。哎呀，你所谓的尊不尊重，其实跟我的穿着其实应该是没有办法扯上关系的啦。而且讲真的，去年有去看 PCS 决赛就知道，现场可能超过50%吧，都是 T1 的衣服啊。对啊，这个有什么好吵的？我觉得
怪怪的啦。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你今天 LCP 一天就打2个包嘛，那如果我为了上半场的队伍穿他们的应援 T 恤，那我下半场没有我的支持队伍的时候，我该不会要换掉吧？以他们的标准来说啊，这个就变得有点奇怪。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有些人啊，他可能就是先看 LCK 或者是 LPL 嘛，然后他穿着 LPL 或 LCK 的队服的时候呢，他进来 LCP， 他就是想要体验这样的氛围嘛。这些人就会算是我们 LCP 观众的新客群，所以说呢，如果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用这里的氛围把它留住，他是不是有可能就在离场的时候买了一件 LCP 的队服带走，然后下次就穿着来呢？我觉得有可能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先拓展观众群啊，不能一开始有人穿这个过来的时候就把它推开，把这边搞得像一个小圈圈一样。而且官方其实实际上它是没有限制的，买了这个战队的衣服，我本来就是想要穿的啊！我今天穿去什么场合？你说穿 LCK 的队服去看 LCP 会不尊重 LCP 吗？我觉得也不会啊。你把尺度想大一点，你穿着一件英雄联盟的队服去看一个英雄联盟的比赛，那听起来不就很合理了吗？对，你不要就是把自己局限说我去看 LCP， 我只能穿 LCP 队友的衣服，这样真的蛮怪的啦。你看啊，就像也有可能人家会去看 LCK 的比赛好了，可是我可能也会穿 CFO 的队友去啊，还真的有啊，之前就有穿 CFO 或 PSG 的。对啊，可是人家就不会有觉得就是这个他为什么穿这个队服来，这很奇怪啊。不会啊，人家可能会觉得这是哪一队的，想要认识一下。我听过很多案例是很多人穿着 T1 的队服去到 LCP 的场馆帮 LCP 的队伍加油嘛。这些穿 T1 队服的人呢，他可以彼此的就有了互相聊天的话题，最后就变成朋友，然后之后又可以再揪团一起来看。本来不关注 LCP 赛区的也开始关注啦，我觉得是真的是还蛮那个的啦。除非今天官方开放，可能前2排是某一个战队的应援区，你在那个应援区里面穿的是别的战队的衣服的话，我觉得这还可以讨论一下。但是今天官方就没有类似的限制，所以你不可以就是作为一个观众，然后用 LCK 的视角，那去看一下 LCP 的市场就已经够小了。对啊，确实啊。而且我印象中 LCK 它也没有做相关的规定啊，他们不能把他们那套拿过来这样子，可能在网络上批判别人。就我所知啊，很多观众，很多一般的路人，就因为网络上的一些发言，变得说他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过去了。原本已经准备好要穿什么 T1 或韩华的衣服了，但现在我不敢了，我会不会去的时候被骂？这也蛮怪的。OK 啊，感谢车爸今天跟我们聊了30分钟。原本预计要找应援哥，但是我看了一下时间，其实也有点晚了啊。而且我觉得我们2个聊的应该已经是够细。所以我想问车爸一个问题，就是车长现在已经进季后赛了嘛？他们例行赛是7胜0败，那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讲？就好好准备比赛，他现在是很享受比赛的啦。对，那我觉得好好打的话 ，MSI 应该没什么问题。OK， 加油加油！这个是作为父亲的信心啦，那车长自己要加油啦。我这礼拜还是会去看啊。对，车爸原本有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啊，但是因为我自己有 LCK 这边的东西要忙，所以就没有办法。有机会的话再去。我31号跟6月1号都会去啊。OK， 好，感谢车爸。不会，感谢。这期就到这里啦，大家拜拜。好，拜拜。